到野菜露露，我是露比，我是小野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分享的是我们平常呢会一起煮的，有时候呢会是小野来切，然后呢我来煮，然后有时候呢会是小野一直在旁边偷吃。我那个是品质控管。总而言之呢，这道菜就是一般日本妈妈会煮的家庭料理，它真的非常的简单快速，而且它是一锅到底的料理。我觉得如果是上班族的话，会蛮适合这一道的。下班回家就直接煮这锅，又简单又快速，又不用洗很多碗筷，吃起来又非常的疗愈。对，而且我们今天呢会是用全植物的食材制作的，没有蛋，没有奶。那这道呢就是日式奶油炖菜，不管是配饭啊、配乌龙面啊，或是配烤面包，都会超适合的。那在开始之前呢，跟大家分享，我们有一个赖团购社群，里面呢都会是我们精心挑选的好物，不管是冷冻的蔬食产品啊，或是我们平常有在吃的益生菌啊，或是一些养生的果汁啊等等的，都会在里面分享给大家。所以欢迎大家点击下面的置顶留言去加入哦。那今天要准备的食材有马铃薯、红萝卜、蘑菇、花椰菜、毛豆跟豆包。那我们就开始喽。然后首先呢，我们先把所有食材呢都把它切成块状，红萝卜、马铃薯都削皮切块，然后呢蘑菇我们也是把它切块，就是直接是1/4等份这样，然后豆包呢也是把它切块，花椰菜也是把它切一朵一朵一朵的这样。为什么这个马铃薯看起来那么像开心果？放大版的开心果，一个绿绿的。对啊，它皮为什么绿绿的？奇怪。有机的马铃薯。这种有淀粉的东西切起来都感觉有点黏，它会黏住，它会黏在这边。那切的时候要小心。蘑菇长得好像以前小时候玩的一种陀螺。你说切成这样吗？不是，它本来就长得很像。可以这样吗？对，那个。花椰菜这样一朵一朵的削下来之后，还要不要再削皮？有的要，像这种会直接用刀子这样刷一下。那如果你担心这样危险的，你就一样用削皮刀，然后这样，这样最快。菜心的部分也是，如果不敢用刀子的，就直接用削皮刀削，等下切片之后一样就可以丢进去。这菜心很好吃，不要浪费。然后太大朵的还要这样子再对半切一下，那它的大小均匀一点，让你等下熟的程度也是。所以我们刚切块的地方也都是尽量大小都让它稍微均匀。然后现在料都备好之后啊，我们准备一个可以拿来炖菜的锅子，我们直接等下就是一锅到底。那先倒一点油，然后我们把豆包先煎到金黄。然后豆包现在煎到金黄之后啊，我们就可以把那个马铃薯跟红萝卜也放进来，把它煎一煎。一样煎到金黄。煎到它就是表面会有一点点被油煎过的那种感觉。然后现在有微微黄色之后啊，我们就把蘑菇还有毛豆也都放进去。蘑菇一定要炒到它整个出水缩小，这样它那个味道才会更浓郁。是不是那个菇腥味？有些人会怕菇腥味缩小之后也就没了。对，然后它会让整个等一下的汤汁会更浓郁。所以这一道菜的每一个食材放下去的顺序很重要。很重要，就是要依照每个食材它熟成的程度而去下食材。为什么豆包是第一个下？因为豆包我们要把它的那个焦脆、焦酥的那个味道让它跑出来。如果后面下的话，就变成可能有其他的蔬果水分，它的酥脆感就出不来。对，所以要第一个先煎这样。就跟在荤食里面会先煎鸡肉，
但是通常煎鸡肉原因是因为它要让它鸡油跑出来。对。但是我们因为没有鸡肉嘛，所以我们要透过豆包这个蛋白质的味道，透过油煎的这个味道，先煎过之后，让那个油香跑出来。好，现在蘑菇啊，你看它已经整个都缩得很小了，就表示它的水分都出来的差不多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加一点低筋面粉，然后跟植物奶还有水，把它炒成白酱。那直接做成意大利面好像也可以，对不对？也可以，意大利面的酱也可以，你就煮意大利面，然后拌这个酱一起也可以。所以我刚刚说拌饭啊，拌乌龙面啊，拌意大利面啊，或者是沾面包，都很方便。然后现在倒进去之后呢，我们来调味，加入一点黑胡椒粉，然后盐巴跟月桂叶。月桂叶还是蛮多朋友不知道去哪里买的，基本上超市都有。对，而且甚至我那天在 Seven 好像也有看到，就是也有小包的，对，小包的。它是一个很常用的香料之一，跟八角一样。OK， 现在滚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把花椰菜加进来。因为花椰菜它其实穿烫一下很快就会熟了，所以它最后再加。这就最后一个步骤了吗？对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小火让它炖个5分钟左右，就可以吃了。就可以准备你的白饭，准备你的乌龙面，准备你的面包都可以。开到。好香哦！我很想配乌龙面。会有一个联想到以前吃那个奶油培根意大利面那种感觉，味道很够，它很像奶油浓汤就是可以，我觉得就是浓汤对啊，就是前一阵子很红那个蘑菇里面那个奶油浓汤的感觉。我真的觉得花椰菜啊，你最后放，你大概煮1-2分钟火就可以关掉，因为你花椰菜如果炖太久的话，它会变软但其实我有时候蛮喜欢这个，你喜欢这个口，就是这个依个人喜好。然后因为我个人没有很喜欢就是很浓稠的汤头，所以我的粉加的不多。你自己在家里其实这种简单的步骤，然后用这些简单的调味料，就可以做出餐厅等级的一道菜，而且是纯素的。我们常用的那个植物奶啊，是 Costco 买的那一罐，价钱又很漂亮，而且它是有机的燕麦，好像才70块，就70-80块，所以它的成分也蛮单纯的。那是我们最常拿来做料理的植物奶。它不适合单喝，它真的只适合做料理。如果你常常在家里煮的话，我觉得可以买回来试试看。我觉得自己做的东西那种没有加添加剂的，就是一口接着一口，越来越顺，吃完身体是舒服，嘴巴是舒服的。没错。外面那种添加剂太多的，你一开始觉得很好吃，到后面就会一直想喝水，而且会很腻。然后大家想要看到更多好吃的素食料理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